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古老的部族罗布泊人。在新疆阿勒泰山的茫茫雪山之中哈萨克人信奉的哈木巴尔阿塔神呢，就安息在冰川的下面。这位古老的神呢，似乎也与一场文明的迁徙有关。一个古老的部族罗布泊人呢，讲述出了罗布泊干涩的传说。在沙漠中的伊比利斯魔鬼城，无知的人呢，就打开了上古的禁忌，灾难呢，会像古城的预言一样到来。罗布泊的黄沙下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极地冰川下的神秘民族。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呢，罗布泊人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罗布泊的神迹呢，也吸引了众多的中外学者、旅行家、探险家。冒着生命的危险呢，他们都一次一次的进入了这块荒凉的生命禁区。新疆的阿勒泰山下的布尔津县呢，有着哈萨克人聚集的原始村落。据说这个部族传下来了塞王画像和切利壁画极为相似。为了寻找吐鲁番火焰山下的切利文明的踪迹呢，一支探险队就来到了哈萨克族的家乡。那是一座幽静的山谷，很难让人相信呢，在这样的地方会藏着一支不知道言传了多少代的神秘哈萨克人部落。在村落当中有一座比其他木屋大出几倍的圆顶毡房，一行人朝大毡房走去呢，里面有一位50多岁的汉子坐在熊皮上，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他就是这个部落的首领。探险队就询问部落首领巫师在祈祷的时候经常会挂在毡房中央有一幅大寒的画像是怎么回事。起初首领不愿意透露更多，只告诉他们这是一位叫做哈木巴尔阿塔的神。不远处的雪山中呢，就藏着哈木巴尔阿塔的神墓的秘密。可是不巧的是呢，在他们来到村落之前呢，一个神秘组织进入了部落，抢走了神墓地图。根据得到的消息呢，他们很有可能已经去到了哈木巴尔阿塔神的神墓。于是呢，村庄的首领就带了20几个人准备爬上雪山，驱逐所有的入侵者，然后关闭神墓，祈求哈木巴尔阿塔神的宽恕。在探险队一行人的恳求之下呢，首领就终于答应他们，带他们一起上山。在雪山上呢，高耸的雪峰直插云霄，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白茫茫的。当时的队伍走了1公里多的路程突然之间就感到前方寒风剧烈了许多。他们脚下是一座庞大的山谷，打着手电筒照着这些冰川这些硕大的冰川像是长龙一样蜿蜒盘旋。首领说冰川下面有一座石墓，而伟大的哈木巴尔阿塔神就安息在冰川的下面。走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就抵达了山谷的一处入口。他们穿过大冰川的洞穴之后呢，前面赫然就出现了一座桥。石桥贯穿了山体，出了山体眼前就是一座庞大的宫殿式的建筑了。人们都在这个宫殿面前感受到了它的大气磅礴，顿时就产生了渺小无力之感。他们沿着石桥向上，上到了宫殿前方的台阶，一面屹立的这个宫殿模样非常古朴，远没有汉唐楼阁的精致美观，但它的建筑造型更多是依赖于天然的山体岩石的一种形状，再经过了粗略的加工而成。而宫殿有10级而上的台阶，墙壁上有许多探险队员袁森他们已经见过见怪不怪的一些浮雕。这些浮雕的造型面貌与袁森在火焰山地下空间所见的如出一辙。当他们进入了宫殿之后映入眼帘的就是宫殿里填满了巨型的大冰块，在远处立方体的冰块里面就冻着一具尸体。袁森看清楚了那个尸体的脸心脏当时猛地一沉。只见那人一头长发，而且是金黄色的，脸都被胡子头发给遮住了，依稀露出来的脸显示出此人面目狰狞，非常害怕。被冻着的这个神的冰块旁边有一具人的尸体，伤口表明此人是自杀。看样子他就是之前的那些盗墓组织里的一员了。而部落的首领看到了被冻在冰立方体里的尸体立刻跪倒，大声就呼叫着伟大的哈木阿尔巴塔神，您的子孙哈桑伯克为了阻拦恶人惊扰擅闯神墓。当时探险队员袁森就走近却看到了哈木阿尔巴塔神裸露的背上画满了线条，仿佛就像是一幅地图。他急忙拿出了纸笔，将这些线条临摹了下来。接着他绕过冻住的哈木阿尔巴塔神转到了宫殿的后面。那宫殿的后面有一块奇大的冰，他就沿着这个墙壁走过去一路走了50-60米才到头。墙上有一个裂缝，他站在了缝隙中，看到了里面是一片冰河，冰里冻满了都跟这个哈木阿尔巴塔神外貌相似的一些冻尸，都是金黄色的头发，有的穿着麻布衣，有的是金属的铠甲。他们在大冰里姿态各异，应该就是哈木阿尔巴塔神的族人了。那么这些尸体被冰冻了1000多年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居然让他们能够保存千年不腐。
按照古代人一贯的贵族下葬方式呢，眼前的这些尸体都应该是活人殉葬的，只不过他们的死法呢就太过于稀奇了。假设他们真的是殉葬的话，那这些人都是被哈姆阿尔巴塔神所杀，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袁森回到了哈姆阿尔巴塔神所动的那个地方，见到了他们村落里20多个人都围成了一圈，首领正蹲在地上恭敬地摊开了一张绢布，上面有一串暗红色的字，字符呢袁森已经不再陌生就跟他们在地下空间所见到的之前的切利人的文字很相似。而切利人的文字呢与哈姆阿尔巴塔神族是一脉相承，显然是不争的事实而阿萨克族那个首领呢，在哈姆阿尔巴塔神前面举行了一系列的祭祀，才站起身来匆匆交代了几句，便领着所有的众人出了宫殿。袁森趁机呢就询问当时麻布上到底写的是什么呢？首领就说那几句话就是哈姆阿尔巴塔神对闯入神墓的人的告诫，意思是看到这句话的人必定已经打开了灾难的大门，你们想要的不再是财富了，而是如何去拯救。首领就顿了顿说那个老巫师被杀之后呢，族里也只有我能够看懂哈姆阿尔巴塔神留下的文字了。我们误闯呢带来了灾难，所以我们赶快回去吧。第二天呢，袁森他们一行人就飞回了巫室得知了田博士呢已经从上一次火焰山地下的资料里面找到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催促他们赶快来当面告知。袁森把描绘下来的哈姆阿尔巴塔神墓的那一串字符递给了田博士，田博士就说这些呢是楔形文字，源自于拉丁语，是一个复合词。古代西亚人多用这种文字，而楔形文字呢常见在石雕或者是岩刻上，笔画呢像楔形，在有些著作中呢也会称为剑形或钉形。而拉丁语呢属于印欧语系，原来是意大利的官方语言，后来由于罗马帝国的扩张呢，把这种语言扩散到了西亚诸国。古代西域的不少民族呢都是印欧语系的民族。根据袁森的描述呢，田博士就推测所谓的哈姆阿尔巴塔神其实就是塞种人的一支，包括他的外形、五官、金发呢，还有那一座神墓是位于阿勒泰山，所以哈姆阿尔巴塔神的后裔呢有可能就是哈萨克人。这一系列的情况与资料显示的塞种人的繁衍迁徙是相符的，只是塞种人从火焰山地底迁徙到了阿勒泰雪山呢，为自己造冰川墓，就比较让人难以理解了。田博士就把袁森带回来的葡萄国女尸的残片呢鉴定报告拿去给他看，数据就显示呢，这一具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应该是公元350年左右，误差大概就是30到50年，也就能够推出切利文明呢在火焰山地底存在了至少300多年的时间。克鲁沁流传的切利人传说呢，也只是在高仙芝那个时代有，所以这些数据就说明呢，女尸死亡的时间比下葬的时间早了400年。最有可能的一个推测就是女尸的墓穴呢是被移动过的。那女尸真实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呢？在她的身上发现了罗布麻的痕迹，而罗布麻呢是罗布泊水系周围生长的一种植物，一直被当地的土著呢用来制作衣服。由此就可以推测女尸的故乡应该是罗布泊一带。袁森的头脑中很快就跳出一个词楼兰。没错，楼兰真正的覆灭时期是没人知道的。大唐高僧法显西行取经路过楼兰城，那时候的楼兰已经败落了，到处都是残破荒凉的景象，方圆百里呢没有一个活人。法显的佛国记中就记载呢，他眼前的楼兰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呢，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那时呢正是公元400年左右。那这么推算的话，女尸死亡的时间与楼兰城灭亡的时间是重合的，而楼兰城的位置呢就在罗布泊水域的附近女尸与楼兰是否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呢？袁森就把哈姆阿尔巴塔神背上的地图连同人皮画呢一起递给了田博士，田博士就把它们拼在了一起居然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地图。不过这张地图上没有地点的标注，也没有比例尺，根本就没有办法看明白。他就找来制图员呢，让他们按照地图把地图的尺寸放大10倍再观察。一名制图员就指出地图上好像有2条模糊的弧形线，似乎是湖泊的轮廓。那2条线在图纸的南北两端，几乎将整个图纸囊括进去了。按照原图纸的比例呢，湖泊的面积远远比画的要大得多。也就是说，地图其他部分呢，只是那2个湖泊中间很小的一部分。而田博士把图反复的看了几遍，拿起铅笔在2个湖上写了名字，一个是克拉库顺湖，一个是罗布泊。虽然只是初步的推测呢，但是按照地图走呢，总会发现线索的。所以此行一共有4人，袁森、拉木以及他的师妹巴哈尔古丽和一位工程师助理王慧，4个人就来到了塔里木卫离县和若羌县之间的地带，找了一间当地的居民的平房住宿。
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听到了一段精彩的往事。这里的厨师就说啊，在80年代的时候呢，中国的科学界的一位重要的学术明星啊，来了一趟罗布泊。据说探险队呢在沙漠里迷了路，食物和水当时都用完了。他为了保全同伴呢，独自离队找水，就再也没有回来了。这一件事情一度引起了国际关注，政府甚至派出了作战部队和飞机呢，对可能失踪的区域进行过拉网式的搜索，可是还是一无所获。所谓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彭教授呢就跟人间蒸发一样，任何搜寻队啊掘地3尺也没能够把他找出来。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军队和志愿者呢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寻找彭教授的尸体行动，但是找了这么久呢，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晚上呢，袁森就想起了这段故事啊，就怎么也睡不着，随手捡起了桌上那一份1980年的《新疆日报》。就在翻页的时候呢，他眼前突然一亮，上面有几个钢笔字写的正是灰猫计划等于罗布泊神迹。袁森就愣住了，灰猫计划竟然会延伸到罗布泊吗？之前为了解开独木青阳之谜呢，在探索的过程中啊，袁森就发现了记录着张骞出使西域的一本古羊皮卷，而这本古书啊是被高层命名为灰猫计划的绝密档案。如果这4个字是彭教授的笔记啊，那就证明了彭教授在罗布泊失踪的呀，绝对不是简单的科考事件，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灰猫计划呢，是他们一系列探险行动中的核心线索。无论是贺兰山、阿勒泰山还是罗布泊呢，都囊括在庞大的灰猫计划之下。不同的地方出现的灰猫计划呢，应该是这个计划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他们肯定有一个核心，由这个核心支配着所有的细节。不过只要打开了一个小计划的内核呢，对解开其他的计划呢，就必定有莫大的帮助。第二天呢，他们启程上路，在县城郊区的一座葡萄庄园里啊，他们就见到了一个罗布族的老人。袁森就对这个罗布泊人啊略有耳闻，他们被誉为新疆最神秘的一个部落之一。最繁荣的时期呢，也只有几个村落几百号人。他们生活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啊，是以打鱼为生的土著居民。他们生活在塔里木河畔的小海子边，不种五果，不牧畜生，唯以小舟捕鱼为食。他们没有文字，没有学校，没有城池啊，甚至没有郭府，却并不茹毛饮血。他们积石取火呢，烧烤鱼类。他们追逐着沙漠里的河流和海子，结庐为市，捕鱼为生，传承着以木为舟，以鱼为粮的世外生活，为世人留下了一个个神秘传奇的故事。几百年前，因为一次意外呢，罗布泊人首领就带着族人参加了清廷围剿大小和卓叛乱，而正式得到了清廷的册封。罗布泊人的首领呢，也拥有了五品官衔。被册封后的罗布人呢，依然过着封闭的部落生活，他们与世隔绝，不知道外面的变化，甚至清廷灭亡了，他们也都不知道。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呢，第一次见到罗布人的首领的时候他还穿着破烂的五品官服呢，与这个斯文赫定攀谈，查看他的通关文书。据说罗布人呢，普遍都能活到100岁以上，他们过的是最原始的生活，却能出奇的长寿。而罗布人的长寿呢，跟罗布泊一样，到现在呢都无法破解之谜。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罗布泊干涩之后呢，罗布人就离开了他们世居的领地阿布坦，从此罗布人与罗布泊的传说呢就戛然而止了。没有人比在罗布泊生活了千百年的罗布人更熟悉这片神秘的土地了。它曾在上个世纪呢被称为中亚最神秘的地方。当时俄国大探险家霍尔热瓦尔斯基以及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日本的和尚菊瑞超等等，他们都试图走遍罗布泊的每一寸地方。有的人呢先后4次来到中国，就是想揭开罗布泊的面纱。这个罗布泊的老人呢名叫热尔曼，他给4个人讲述了一个悲伤的罗布泊的故事。他说，罗布泊末代首领昆奇康伯克的儿子叫做图卡塔阿洪。阿洪曾经和一位探险者海拉图丁呢一起找到了一座伊比利斯魔鬼古城。那座古城里详细记载了罗布人的历史。那海拉图丁还借助了伊比利斯古城的文献，就推测了罗布泊是一座钟摆湖。也就是说，湖水在罗布卓尔和喀拉库顺的地下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的摆来摆去。他们每1500年呢一个来回，永远的反复的下去。伊比利斯古城呢就藏在沙漠的深处。阿洪就带着阿拉图丁呢去了2次。第一次他们站在城门口看到了城墙上绘满了神奇的壁画，而那些壁画呢就阐述了一条条真理，并告诫阿洪他们千万不能够擅闯古城，否则会带来灾难的后果。而阿洪阻止了海丁图拉呢走进古城的冲动。第2次呢是海丁图拉说服了阿洪，他们一起走进了伊比利斯古城，打开了上古的禁忌。
那从此以后呢，灾难就像古城的预言一样，接二连三的出现了，直到罗布泊彻底的干涩。于是罗布泊人世代生存的阿布旦就荒废了。阿洪知道自己罪恶深重，就放弃了继承爵位，出家做了苏毗，日夜守护在他父亲昆奇康伯的坟前，祈求得到宽恕。没过多久呢，他就去世了。听完这个故事呢，袁森就更加确定罗布泊呢是藏着核心的秘密。于是4个人越野车一路疾驶，经过了几次迷路，终于抵达了干涩的克拉库顺湖的边缘，也就是罗布泊人最后的家园新阿布坦渔村。道路两边呢都是沙包和枯死的植被，这些沙包呢很像坟包。按照日耳曼老人所说呢，托克塔阿洪的墓就在此处，葬在他父亲昆奇康伯克的旁边。3个人很快就把周围的土地刨了一遍，挖出了一具独木舟形状的棺材。棺材呢已经烂到了大半边了，从腐朽的孔里面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枯骨。撬开棺材呢，枯骨上边呢有一个工艺极差的木盒。袁森拿出盒子，里面就露出了一个黑色的圆盘。那圆盘黝黑发亮，椭圆形的，有巴掌那么大。盘子中间就放着一尾铁制的小鱼，鱼身上长满了铁锈。王慧说这个看起来像是个罗盘于是他们就收好圆盘呢，将其周围复原，继续向沙漠深处走去了。不知走了多久呢，沙漠中间赫然出现了一座庞大的林子，但那不是树林而是一座立满了木桩的林子。那些木头呢有高有低，木头与木头之间的距离排不整齐，面积奇大无比。它的突然出现在月光下面一直延伸到了地平线的尽头，就像是一座立方体森林，看起来呢就像是罗布人的坟墓马扎，而一个马扎上要立一根木头。这个时候呢，他们周围的雾气突然变得非常的浓郁，能见度极低。走着走着呢，前面就出现了一堵非常壮阔的城墙，而那城墙呢在浓雾里只露出了一部分，但稍微一侧目呢，就可以断定其城墙是非常高大的。有古城墙呢，就必定有古城嘛。这一片沙漠里面居然藏着一座古老的城市，而在沙漠的古城中能否有找到更多的线索呢？之后呢，我们会再次讲解。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